003航母最新卫星照显示，进入10月份，这艘航母有何新变化？为何003航母的建造工期突然变慢？中国在003航母上创造了怎样的成绩？中国未来航母3个关键时间点又是什么？根据最近的卫星图显示，进入10月之后，003航母的建造主要还是集中在内部，因此甲板上总体变化不大。毕竟在6月末舰岛吊装工作完成后，这艘航母已经大体成型，除了甲板上的2个动力舱还未封上，至少在甲板上没有更大的作业内容了。不过对比上个月的照片，10月份的时候，003航母还是有一些新变化，其舰首一条电磁弹射通道已经完成整体施工棚的安装，这说明航母的一条电磁弹射器安装进入到总装阶段。大约在9月初，一条电磁弹射器已经有了施工迹象，这说明一条电磁弹射器的安装起码要1个多月。安装施工棚也是为了应对接下来的天气变化，毕竟电磁弹射器属于紧密设备，安装容不得出错。这恐怕也是003航母工期突然变慢的原因。考虑到003航母有3条电磁弹射器，光是安装1条就至少得耗费1个多月的话，那么此前外界猜测003航母将于今年年内下水，恐怕很难实现。当然，即使强行让航母下水，这些西装工作还是得一步步完成。其实对航母服役影响不大，所谓慢工出细活，工期变慢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儿。另外，值得注意，003航母安装电磁弹射器对于整个航母发展史来说都是重要的时刻，因为这是中国在做一件从来都没人干过的事儿。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003航母最大的特点便是作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安装了电磁弹射装置，这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创造。过去美国曾在常规动力航母小鹰级上安装过弹射器，只不过不是电磁弹射，而是蒸汽弹射。此后很多年，蒸汽弹射器都是美国航空母舰的标配，直到美国服役最新的一艘航母福特号才正式换上了电磁弹射器。只不过福特号航母并不是常规动力航母，而是核动力航母，因此003航母是世界上第1艘采用常规动力加电磁弹射配置的航母。这一点说明这艘航母拥有相当先进的舰载电力系统。另外，中国还是第1个首次给航母安装弹射器就采用电磁弹射的国家。要知道，如今全球能用上蒸汽弹射航母的也只有美国与法国这2个国家而已。相比较蒸汽弹射器，电磁弹射拥有更强的动力与更稳定的运作方式，在舰载机出动效率上，电磁弹射要远超蒸汽弹射。实际上，此前中国先展开的是蒸汽弹射器研究，并且已经在陆地上完成了蒸汽弹射器的测试。而对于电磁弹射器而言，连美军都没使用成熟，自然是想都不敢想。然而，以马伟明为代表的一批专业人士力排众议，坚决要让003航母使用电磁弹射器，最终助力003航母实现了技术跨越。003航母能用上电磁弹射器，主要还是归功于技术的进步。由马伟明团队研发的舰载中压直流技术，相比于美军所用的舰载中压交流技术，差不多先进10年，在功率与稳定性上都要远远超过。这也就是003航母作为一艘常规动力航母，敢于用上电磁弹射器的主要原因。而当003航母的建造进入尾声时，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也浮现出来。按照当前施工进度的推算，要想在今年之内完成003航母的下水，恐怕很困难。但明年年初下水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。但是由于在陆地上完成了更多的西装工作，实际上对于003航母的服役并不是坏事儿。按照此前中国改造以及建造2艘航母的进度来看，每个关键环节基本上是以1年为单位。就此推算的话，003航母在明年下水后，将在2023年完成所有的西装工作，具备海试条件。在完成1年的海试之后，2024年就能正式交付给海军使用，也就是正式服役了。此外，经过1年舰载机调配与人员训练，2025年003航母将具备完全战斗力，能执行各种作战任务，实现实战部署。因此，2025年将是003航母的关键1年。这1年，这艘航母将具备真正的战斗力，成为能与其他大国海军一较高下的存在。当然，实现实战部署对于003航母乃至中国航母战斗群而言，只不过是一个初步阶段。不久前，中国军方宣布，将在今年年底正式亮相新一代隐身舰载机。通过此前出现在武汉水泥航母上的模型判断，
中国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很可能将是由现在正在接受测试的 FC31战机改造而来。外界传言 FC31的舰载版正式命名会是歼35战机。另外，除了歼35之外，官方也多次暗示曾出现在2019年阅兵中的攻击11隐身无人机也会登上航母。再加上去年首飞的空警600舰载预警机，未来003航母的配置基本齐全。只不过，虽说歼35可能会在年底亮相，但是还得经过差不多10年的适配。就像美国海军舰载型 F-35C 是在2010年首飞，但也就是今年9月份在卡尔文森号航母正式部署。因此，003航母服役后，首先恐怕并不会部署歼35。外界猜测，在003航母实现部署的最初的5年里，可能还是使用弹射版歼15战斗机。毕竟，弹射版歼15战斗机已经多次亮相央视，上航母是必然的。而歼35的正式部署恐怕要等到2030年。不过，随着歼35的部署，003航母将会解锁远洋作战能力。歼35作为隐身战斗机，其作战范围要远超歼15，再加上空警600以及攻击11，003航母的作战范围将能达到1000公里。除此之外，外界认为到了2030年，中国的第4艘航母也将投入使用。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消息，江南造船厂已经将中国的第4艘航母所需的钢材采购完毕，可能已经进入到龙骨铺设的阶段。关于这艘航母，有人猜测这将是一艘核动力航母，也有人认为这将与003航母属于同系列，依旧是一艘常规动力电磁弹射航母。不过，在这艘航母之后，接下来中国将会建造核动力航母，可以说2030年也将是中国核动力航母的元年，值得期待。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，那就是2035年。到了2035年，中国海军航母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？根据美国知名智库网站海洋研究所的预测，中国将在未来15年力图打造6支航母战斗群，包括现有的辽宁号航母与山东号航母。美智库表示，未来中国海军将会有6艘航空母舰，并且能下水以及服役140艘远洋战舰，还将开始加速战舰的更新换代。过去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下水的部分战舰可能将面临退役，届时将有大量的新型战舰作为补充。届时，中国将打造一支强大的远洋舰队。6艘航空母舰是基于中国海军现有的状况来分析，不同于美军需要11艘航母全球部署。对于缺少海外军事基地的中国来说，其实并不需要很多的航母。考虑到中国海岸的情况，到时候南海部署2艘。东海部署2艘，黄渤海部署2艘，其中每艘都可以进行交替轮换，保证任何时候至少有3艘航母能紧急出动，就足够满足中国海军未来对航母的需求。